傍晚时分，我一个人在京都的街道上慢慢散步，看看这座千年古都在一天结束之后最真实的样子。你好，这一集的旅程没有特别的安排，内容十分简单。千年古都，日本京都，下班以后年轻人的一个生活。你看，还有这样的地铁啊！日本的地铁站啊，那各不相同啊，有一些连护栏都没有，然后有一些都密封的严严实实的。你看，这边往哪个方向？他说的是方面啊，可以靠猜也能猜到。现在要回宾馆办理入住，主要是吃个晚餐。这个酒店是含一个顿早餐一顿晚餐的，想看看日本的酒店的一个晚餐是什么样的。你们看到这个牙刷、牙膏是前台自助的。它这个自助早餐啊，而且呢，晚餐呢是可以有 A、B 选项的。前台工作人员会问你是选 A 还是 B。电梯3楼303。消毒液、早餐券还有晚餐券，一张信息表啊，里面有用餐的时间，然后退房的时间、密码等等。这个酒店1楼还在装修。它是这么一个格局啊，有一个天井，303，就让我想到那种高中宿舍的那个宿舍楼的感觉。开箱在日本第一次住这个单间啊，在日本终于不住那个大通铺床位了啊。它这根长条的应该是这么插进去的吧？电卡，果然是。它这个是12平米的，上面写着，看就这一个小床位，一个电视机、电话、镜子，这个是什么 ？information， 还有手电筒，还有冰箱，一个椅子，啊，一双拖鞋，衣架，这里有点闷热，还要开空调。沙发倒挺干净的，还有窗户耶。哦，它窗户是这种的。先把空调开了。热水壶，还有一包茶，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感觉。还有个时钟啊，很干净啊，这地面也干净，床单看上去也很干净。哦哟。这个袖珍版的洗手间啊，但是感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还有浴缸呢。这马桶是这种电子的哈，可以啊。哦，这样就堵住了，拿起来。这么小，装那么多东西也是想得出来，都看得懂哈。叫 Face Body Wash 就可以洗脸。我这空调开了以后就舒服一点了，虽然小一点，但是也是最舒服的。因为之前都是住那种几十个人一起住的那种大床位、大通铺，211，然后来到酒店前呢，又交了200日元的一个住宿税，所以加起来大概花了有220多块钱的一个晚上啊，但是它包含一个早餐一个晚餐，我倒是觉得性价比很高啊，而且这家酒店评分挺高的。你看它这里跟国内的插口是一样的，你看多盏灯，这个是玄关的灯，就不同有4盏灯控制不同的那个亮的位置啊，而且这个是冷藏库，是不是冰箱的开关？
那这个又是什么？叫白热灯用。哎，这个又是什么呢 ？Push， 一个通风口。这个是 WiFi 路由器吗？像日本的房间啊，有些装有音箱的，这样子可能前台就可以联系到你。所以这个房间虽然小啊，但是咱们置身其中还是觉得挺温馨的，挺舒适的。所以我又订了1个晚上啊，就是订了2个晚上，还真能看电视。先看会儿动漫，再下去吃晚饭。日本的这些服务者啊，他们在思考节省空间上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。这还是一盏灯啊，台灯，就在这里剪片子。你看，像这里负1楼还有这个桑拿大浴池，用餐。这里有一点配菜啊，然后在这个叫卫生纸专用机这里按一下。这里还有好多小菜呢，终于吃到青菜了，在日本。各种果汁，还有咖啡。OK， 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炸饼，一点包菜丝，这个是竹笋嘛，味噌汤。这个又是什么？你看它就一小碟，直接给一点点这个，然后再给一点点这个，一点青菜。有的好小的分量。再来点这个。有一种那个玉米根的那个风味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。要煎的肉饼，挺好吃的，特别酥脆。这个竹笋很特别，就是带一点点清甜的味道。这个很小的小份的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我试一下。这个有点像那种米糕的感觉啊，或者蛋清的感觉。这口感像蛋清的口感，但是它甜起来有点不是我们常见的甜。这个肉饼的炸的，虽然外面很酥脆了，但里面还挺嫩的。基本吃完了，吃完饭出来就傍晚了，又来到地铁站，让这一张京都1日地铁通票物尽其用。大的风啊，这地铁口，好多地铁名叫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9。次は京都です。新幹線 JR 線は次でお乗り換えです。靠着，真的是。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这个脚有点痛了，它刚好有4节这种的阶梯啊，吃力。这是又要下雨了吗？这是一所大学，这是京都的一所大学。随便溜达一下吧。1875到2025创立150周年同志社。同志社女子大学，同志社大学，在这自习的同学。这里有一座钟楼。
肃静啊，里面。不要教科书回收，你看，欢声笑语的学生们。哇，这大学还是一个这种古代的遗址啊！你看这里圈起来了一个，这里有一些瓷器的碎片、瓦当。啊，在14世纪的时候，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！你看，它挖掘出土了一些东西。就每个的这个石头的形状大小，相国寺，过去相国寺，这路上车不多。你看那个有一个院子啊，挺叫大圣寺门，还挺中式的。这也是校园的其中一个建筑，良心馆。我看这建筑风格挺相似，因为那边也是校园的一个学院大楼。哎，环境真不错。哦，那边是法科大学院，你看，到处是中文。相国寺50米，要晚上7点了。这个就留给明天后天再逛了。我去河边，听说那里晚上夜生活挺好玩的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日本的地面是真干净，地上很少看到垃圾，但是也很少看到垃圾桶。这个垃圾桶的分布的频率我觉得好低啊！有时候我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一个垃圾桶。所以我已经习惯了，有时候背那个喝空的瓶子背在身上背半天。三文鱼饭890日元。这户人家挺豪的，把一个铺面做成一个停车库了。哎，果然学校旁边的物价会稍微低一点。你看这些水的话，100、120，它一灌进去它就亮了。共享单车，但很少看到有日本人骑共享单车。它是正常汽水的味道，但是它多了一股那种吃果冻的那个风味儿。哇，已经走了1公里了吧？这个校园的一些学院建筑还在。这有门卫室，门卫室没人。夜自习的人。水，自习室，国际教育，讲师控室。这是同志社旁边的一所中学。到了傍晚以后，这跟大阪那种热闹旅行城市真的很不一样。这里有一点点萧索的感觉。到了傍晚以后，天快黑了。前面是
这个相国寺法堂。这个建筑，它很少见这样的一个设计啊。应该快到河边了。哦，车会让你的。地吧。感受这个宁静的日本街道啊，这在大阪是没有的。大阪可能我去的地方都没那么偏。总有一盏灯等你回家。看这些小巷子，看天边的晚霞。这个小狗是真的是假的？还是假的？这些独门独栋的房屋啊，比住城市的楼房自在多了。看，爸爸骑着单车把女儿从学校接回家了。忍辱。真安静。为什么感觉到晚上都不爱出门了，是吧？社区的一家便利店，这家便利店还挺大的。有垃圾收纳桶。那车挺迷你的。他把这个空间放到了室外啊，那就可以让室内有更多的生活空间。在日本啊，我发现很少能看到那种飞驰的汽车啊，至少我走的马路上我就没见过开得很快的汽车。诶，到这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。这也是公共的社区的公共停车场啊，入库后24小时以内是850日元。那通常料金40分钟220日元。刚才我多走了2公里路，走错了，不然我早就到河边了，走的脚都痛了。走到桥上了。骑自行车的人，这是庆祝暑假来了吗？这么多穿和服的男男女女，在这里。
1.8 にするとかなりの花火なんてボケてていいんだよこんなもん。めっちゃいい。どうせわちゃわちゃって先輩の花火ね。理解した。事件やこれ。一回したらする。我立在远处，望着那一束一束的烟花绚烂的绽放，有那么一刹那，莫名有那么一丝丝伤感，可能是为那逝去的但些许遗憾的青春吧。这条河叫鸭川河，这是一个三角洲。这个三角洲把这条河分为两半，好多学生在这里。河上好多巨石啊，有些人踩着石头过对岸，感受一下日本年轻人的一个休闲时光。一对情侣牵着手走到水里面了，我就看着这一幕，真的青春真好。日币已经快用完了，取2万，先退卡再出钱。第二天傍晚，我又一次来到京都市中心的鸭川河边。这条河发源于京都北部的山地，向南流经整个城市。从平安时代开始，过去的人们在这里取水、贸易、祭祀，也在河岸边生活。如今，京都人依然喜欢来这里散步、聊天。这是我认为京都最接地气，但最秀美的地方之一，也是京都我最喜欢散步的地方。虽然明明身处在京都的市中心，人来人往，却依然能够找到一份安静和从容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很漂亮，你看到对面没有？那个蜿蜒曲折的山脉啊，它的那个层次非常丰富。我用长焦镜头给你看。桥上有不少驻足拍照的人。咱们看到河边的房屋都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露天的阳台啊，木结构的，上面有橘色的灯光，在这个山色河水的映衬下，特别的温馨啊。这个街道。京都的夜景啊，这个可以说是京都中心的一个商业街啊。我们看到京都除了有千年古都的一面，它也有这种现代都市的这个繁华的一面。麦当劳。这个鸭川河畔啊，真的是秀美。
傍晚时凉风习习，然后蓝调时间，天边远山如黛，晚霞如花。一边是这个千年古都啊，一边是这种繁华大城市。